标题故意不打是游戏还是史实，因为今天这集会拆成2个部分来讲，一个是游戏中的武将，一个是史实的武将，哪国更强？先讲游戏，光荣三国志大约从9代开始到14代的能力值没有太大变化。这几代整体而言，我会说蜀汉最强，东吴次之，曹魏最弱。以最经典的11代为例，先看曹魏的武将，很少统帅武力顶尖的 S 级武将，大多数是同武中高段的 A 级将军们。另外还有三国志中数量最大的专职谋士团，不像曹魏的专业分工，东吴走的是文武双全都督风，综合能力破400的18人当中，有9人是东吴人 ，B 咖武将也普遍不笨，大多均衡发展。蜀汉的话有很多武力或智力顶尖的 S 级武将，可以看到武力最高的5人里有4个是蜀国，而且最重要的特技，蜀汉手上有满满的神。蜀汉武将有多神？我是说有多少神？来，我一次念完：神算斗神、功臣、功臣继承神将。蜀汉有6神，东吴1鬼1神，最惨的是曹魏只有2鬼。也许有大魏派、大吴派或是正史派会叫屈，都是演绎坏坏过度神话蜀汉人。光荣三国志很大程度被日本三国志影响，而日本人眼中的三国志也是以三国演义为原型去创作。我倒是觉得这样没有不好，因为如果真的照史实事迹做下去，蜀汉可能真的不用玩了，让最小的蜀汉武将强化一点，让最强大的曹魏武将弱化一些，这样可以让游戏比较平衡。而且大多数日本和华人的玩家接触到的文学影视作品本来就是偏演绎，把能力值做成像演绎也比较符合大众印象。以上是游戏中的魏蜀吴，那么史实的魏蜀吴呢？近20年的网络发达，大家除了从文学影视作品中的三国演义认识三国，有更多机会接触正史，也就是陈寿三国志。越来越多人知道蜀汉武将是被演绎神化。过去我常跟蜀汉迷说，可以试想，如果蜀汉武将真的这么强这么神，对手都被打到哭爹喊娘，那么怎么没能匡复汉室呢？现在这些事普遍大家心里都有个底。近10年5年开始有很多影片分析，常见的标题或论述大概类似这种：你知道吗？你们都被演义骗了，其实火烧不忘坡是刘备烧的，不是诸葛亮。孔明草船借箭借东风都是假的，诸葛亮北伐全部都失败，只是图耗蜀汉国力的千古罪人。刘备入蜀成功，汉中争夺战还打赢曹操。然后下个标题，比诸葛亮和曹操还要强的名将刘备。就连游戏有明确量化每个人的能力值，谁强谁弱都还要考虑不同变因，像是地形、国力、战况等。打赢是不是赛道？是以小博大的少打多，还是多打少欺负人？有没有第3、第4方的势力影响？游戏中，例如三国志11代，大家公认的周瑜火神、张角雷神最强。可是周瑜今天要是没钱、没队友帮忙盖火种，也烧不起来。想要隔着关卡、隔着岸边进攻，派周瑜还不如随便找个全从丢霹雳投石来的好用。当然，换成防守战，周瑜来隔岸隔关坚守就很适合，因为地上不会着火，根本超级坦。张角少了摆出的话，也就是昙花一现，瞬间没气，比手长距离又比不赢火陷阱攻击，或是还会被晕剂晕住。也就是说，即便游戏中有明确数值且公认最强的人，也不是100%一定强，再强也要放在适合的舞台才能发挥。长期有在看频道影片的观众应该会发现，我不太会直接去说历史上的谁超神，或是谁超蠢超笨，这个谁一定比那个谁强。每次听到这种言论，我最想问的是，你跟他很熟吗？跟他本人聊过天吗？亲眼看过事情的经过吗？就连现今文字影音资讯这么发达的社会，大家提及某个具争议的艺人或是政治人物，都可能2极的看法。一派认为某某某根本天才，另一派却又可以说某某某根本很笨，都在胡说八道。那么为什么可以从几个出自特定人士之手的只字片语，就可以判断谁比谁强？一个经典常听到的争论就是姜维、邓艾谁比较强？支持姜维的会说姜维控兵强，用这么少的兵以小博大，所以姜维强。讲到这里，我决定直接去网络上查，随便一查，果然真的有。我就打姜维、邓艾谁强，果然第一篇姜维与邓艾谁更厉害，两人根本不在同一个级别。光看这个标题，我就知道它是一篇低能农场文。但是我没忍住，话说看低能农场文，搞不好可以成为一个系列，大家喜欢的话可以来敲碗。究竟是这2个人不在同一个级别，还是作者智商跟我们不在同一个级别？我们现在要忍住看一下。前面就是一堆废话，我们直接跳过，我们直接跳到中间。他这边有讲3战3败，所以从这个角度我大概就可以猜到，他认定邓艾比姜维强，因为姜维有3败。好，我来看他怎么说。第一战桃溪之战，他说邓艾早早就占有有利的地形，所以解决了这场危机。光看这个就知道他少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究竟他们两方的兵力是多少，各自多少，然后他们各自有没有援军。第二战姜维再度起兵攻魏，邓艾察觉只要切断蜀汉的后方补给，姜维不攻自破。第3场就是魏灭蜀
蜀之战，他说邓艾、钟会、诸葛绪总共带了16万，也有一说是18万啊。好，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请问蜀国那边有多少兵？他没有讲啊，他只有直接讲说，哦，这边就有16万，然后干爆了姜维。可是蜀国全国大概也就10万兵，光钟会一路就10万，那你说这个怎么比？他这样是怎么比较出来邓艾可以比姜维强？也就是说，这些文章通常会忽略利基点，根本就不一样，直接根据最后的结果而不看过程，而不看当初他们手上的筹码，就直接判断谁强谁弱。再来看看网友的留言，姜维哪能跟邓艾比？姜维攻我的时候，邓艾次次都能守住，害怕伐泽的姜维连成都都不敢回，所以这是把朝廷中的地位跟朝廷中的关系也列入强不强来比吗？反观邓艾一战就能灭蜀国，这就是名将的效率。同学，你是不是忘了他有队友钟会啊？下面就有人吐槽，那是因为魏蜀不在同一个维度上。当然，透过提出自己的观点论述，讨论自己觉得谁比较厉害，总结这个人的事迹，评估每个事迹的难易度，最后给出一个综合的评价，这也是历史有趣的地方。但不可能一口咬定认定谁比较强，因为这些事不止不能被量化，还根本没办法验证。真的要证明谁比较强，需要一台时光机回到过去，把姜维、邓艾两个人位置完全兑换。邓艾能以小博大吗？每次都缺粮，还要怕援军支援赶到。姜维能每次都压制邓艾吗？能有胆赶走险路并且打赢，完成一战灭蜀吗？那么有没有可能就像前面讲过的，他们只是刚好被放在适合的舞台，好让他们发挥强项？所以大家觉得魏蜀哪国的武将强？欢迎在留言区讨论。